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贝吉啊。本期介绍一部真实的如同一部纪录片的电影《紫陀螺》。故事发生于陕西的一个小山村，一群孩子们正在教室里朗读课文。在这个小学，教师资源和教学环境都非常艰苦。这天早上，一个小男孩正急冲冲地赶到学校门口，他又迟到了。透过门洞看着里面认真读书的同学，他知道如果从大门进去，免不了被语文老师一通臭骂。他灵机一动，飞快地跑到学校的后墙，熟练地把书包扔了过去。自己刚要翻墙过去时，书包却自己飞了出来。男孩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又捡起书包扔了进去，没想到书包再次飞了出来。男孩忍不住想看看到底是哪个家伙在和他作对，刚刚爬上去就看到了语文老师严厉的面孔。下去，乖乖给我从大门进！老师大声呵斥道。男孩没办法，只能照做。不过他除了整理好自己的书包，还在自己的衣服里藏起来了一根棍子。这是做什么用的呢？暂时我们还不得而知。虽然走进了学校，但是惩罚在所难免。他被罚站了整整1节课，那是在冬天里。男孩被冻得浑身颤抖，时不时踢一踢墙，这样不至于让自己的脚冻得失去知觉。同学们下课之后还会嘲笑他被老师罚，他也不服气，直接在门口和同学拌起了嘴。等到了第2节课，语文老师才让男孩进教室上课。刚刚回到座位上，还没来得及把板凳捂热，就因为没有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，又被赶了出去，让他在外面补完作业才能进教室。且别说这是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，就算是一个成年人，在寒风刺骨下也坚持不了多久。为了补作业，男孩把手插进自己的裤裆里，毕竟手如果冻僵了，作业也就完不成了。男孩名叫席布鲁，用老师的话说就是一个调皮鬼，学习不好，还整天迟到，不遵守纪律。这种孩子在学校里当然是不受老师待见的，于是罚站也变成了家常便饭。直到下课，席布鲁也没有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完成，马上就要到同学们喜欢的音乐课了。刚走到教室门口，音乐老师就看到席布鲁还在补作业，连忙把席布鲁叫进了教室。刚坐下没多久，女同桌就斥责他总是越过课桌上的3八线。席布鲁不以为然，现在的他就想赶紧把作业补完。音乐老师名叫米兰，是整个班级同学的女神，温柔善良大方成了她的代名词。这音乐老师整天在自己的屋里听的不是歌剧就是女高音，显然属于阳春白雪型的，可偏偏喜欢待在农村小学和这些下里巴人打交道。在他的课堂上，孩子们都想好好的表现一番。音乐课在这样一名老师的教学下变得精彩异常，孩子们听着音乐，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。只不过在外面罚站了2节课的席布鲁却没有办法沉浸其中。他不是不喜欢音乐，他只是肚子不舒服，接二连三的臭屁让全班同学都嘲笑他。这个时候，又是米兰老师站出来为席布鲁解了围，不仅让席布鲁喝了几口热水，还特意找来药物给他吃。在幼小的席布鲁心中，如果世界上真的有神仙的话，那么他一定就是米兰老师的模样了。1天的课程很快就结束了。在那个年代，孩子没有什么玩具，也没有什么游戏，玩的最多的就是陀螺。孩子们只要一放学，就会聚在一起玩陀螺。如果能拥有一个陀螺，那应该就是孩子最好的礼物了。可是席布鲁到现在也一个都没有。他梦想着自己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陀螺。回到家的席布鲁央求父亲给他做一个，但是父亲却直接赶走了他。在爸爸看来，这不过是小孩子不务正业的表现罢了。好在席布鲁脑袋够灵光，又是揉肩又是捶腿的，把爸爸哄得那叫一个开心啊。父亲也顺口答应了他的请求。听到父亲答应了自己，席布鲁高兴地直接跳上了父亲的肩头。晚上，席布鲁甚至梦到了自己拿着漂亮的陀螺向同学们炫耀，然而醒来后却是空梦一场。一大早，他连裤子还没穿好就下床找爸爸，结果没找到。他有些失望地问妈妈：“爸爸呢？出去干活了，得下午才能回来。”妈妈回答道：“原本以为爸爸回来之后自己就能拥有陀螺了，没想到这些都是大人应付小孩子的话罢了。”父亲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。自然，席布鲁也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陀螺。看着别的同学玩陀螺玩得不亦乐乎的样子，一旁的席布鲁对身边的小伙伴们说道：“不要相信大人，他们只会把我们当成娃耍。”一旁的虎子说道：“我们本来不就是娃吗？”席布鲁越想越气，既然不给做，那我就自己做。没有材料，就从树上拽树枝下来。好说歹说，连哄带骗，借来同桌女孩的刀子削树枝。他一边观察老师的一举一动，一边拼命地在桌子底下削。就算自己的手被小刀划破了，他也不在乎，还把桌子弄得嘎吱作响。女同桌让他小声点，席布鲁根本不当回事，气得女同桌直接把小刀收了回去。眼看陀螺就要完成了，没办法，他只能用牙咬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席布鲁终于完成了。然而大拇指粗的树枝削出来的陀螺只能被同学们一通嘲笑。同学们走后，只留下了席布鲁和虎子2个人，呆呆地看着桌子上的这个迷你陀螺。
西布鲁发誓一定要削一个全班最好的陀螺。要做陀螺，就得先找好原材料。他们盯上了村口刚刚种下不久的小树，两个人用尽了全身力气，也没能掰断它，反倒是被树的主人发现了。两个孩子落荒而逃，生怕被逮住，挨一通毒打。不过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尽管他们没有掰断那棵小树，却在逃跑的路上发现邻家爷爷门口有一个大木墩子，趁着邻家爷爷不注意，悄悄偷了出来，削了削，做成了一个超级大陀螺，拿到学校向整天讥笑他的八大金刚炫耀。同学们纷纷围了上来，相比于他们的陀螺，西布鲁手里的这个简直就是他们的祖宗了。巨大的陀螺虽然让西布鲁出尽了风头，却因为太过于笨重，没有人能够转得动它。西布鲁再次被嘲笑了一番，一再受挫的西布鲁仍然没有放弃。虎子在家里找来根锯条，说只要磨好了，这就是一把好刀子，到时候削起陀螺来快得多。西布鲁如获至宝，每次只要一有空就会磨这根锯条。一番折腾下来，锯条总算被磨好了。回家的路上，西布鲁和虎子不小心把路边的一棵树苗给撞倒了，两人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偷偷弄回来。如今有了工具，也有了材料，西布鲁乐坏了，这回粗了。可等他削好之后，才发现这是桐树苗，中间有个洞，根本就不能用。这么长时间的努力都打了水漂，西布鲁很是丧气。一次偶然，西布鲁不小心把父亲靠墙放着的铁锨撞倒，先把打在他的头上，这和牛顿砸到苹果的效果一样。西布鲁突然有了灵感，这铁锨把大小合适，不粗不细，不就是最好的选择吗？于是他偷偷地把铁锨把锯下一段，拿到课堂上反复打磨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终于完成了一个像样的陀螺。但因太过兴奋，西布鲁早就忘了这是在课堂上，拿出来欣赏。他的异常举动很快被语文老师发现了，老师自然无法容忍，直接没收了。为了让同学们全心全意地把心思放在学习上，老师挨桌收走了全班同学的陀螺，这可把同学们都给气坏了。放学的路上，同学把西布鲁好一顿胖揍，弱小的西布鲁被打得嚎啕大哭。与此同时，父亲出去干活，工友突然说道：“看你拿的家伙，你是来混吃的吧？先把都短了一大截。”俗话说，福不双降，祸不单行。期中考试的成绩很快下来了，西布鲁看着自己试卷上的38分成绩，想到回家之后又是免不了一次混合双打，便硬着头皮用红笔把38改成了88。西布鲁的爸爸看到后非常的高兴，但是说谎终究不是个好办法。虽然得到了陀螺，不过在一次家长会上，西布鲁还是露了馅。父亲在家长会上丢人丢到家，西布鲁被家人痛打在所难免，脸都肿了。好在米兰老师给他涂了红药水，生活还在继续。孩子再淘气也是来学校读书的，背课文也是必不可少。可西布鲁整天心都挂在陀螺上，怎么能背过？刚好语文老师有事，让米兰老师看着西布鲁背。米兰老师眨眼睛，让西布鲁看着书念一遍，刚好语文老师能听到。就这样，两个人有了默契，这一关算过了。米兰老师提议，以后西布鲁背书就由他来考察。语文老师难得清闲，把这个头疼的任务交给米兰。从那之后，西布鲁和米兰越走越近，两个人似乎成了忘年的朋友。当米兰发现师生眼中的活宝西布鲁及他的与众不同的可爱之处时，米兰给了他许许多多的关怀，耐心地教他背诵课文，纠正错字，教他用瓜子计算数学题，掌握数学运算规律，并拿出瓜子和水果糖给他作为奖励。有时西布鲁帮米兰老师提水，有时米兰老师吹口琴给西布鲁听，并如同朋友一般讨论着西布鲁独有的爱好打陀螺，还用红色墨水和蓝色墨水混合而成的紫色，在西布鲁的陀螺上画了一朵漂亮的紫色花纹。这也是影片紫陀螺的由来。还要求西布鲁和他一起玩陀螺，同学们别提多羡慕了。更何况这可是女神米兰老师给他做的。小孩子有人鼓励，有人关心，成绩自然就上去了。同学们开始借他的作业抄，上黑板答题，一气呵成，学习突飞猛进，简直和之前判若两人。他也不再每天沉迷于陀螺，一有时间就提前预习课本，硬生生的把自己变成了学霸。只是他还是不懂得为谁学习，那时候的他更多的是为米兰老师学习。一次音乐课上，米兰老师跟同学们讨论起了陀螺，问他们都是谁做的。大多数同学说都是长辈帮忙削的，只有西布鲁说是自己做的。他还帮助他4个要好的小伙伴一人做了一个。当西布鲁把他做好的5个陀螺放在一起，还分别把刻了5个字5个好兄弟的陀螺给米兰老师看时，米兰眼里突然闪烁出了泪花。他觉得西布鲁做事坚韧不拔，持之以恒，不拉帮结派欺负别人，对朋友有情有义，够哥们儿。然而生活总有分别，米兰老师的男朋友是局长儿子，他不愿意米兰待在这个小村庄，甚至那点工资也没有什么意思。
米兰老师虽然热爱自己的职业，热爱着音乐，却因为到了结婚的年纪，不得已离开。为了生活，他离开了这个村庄，离开了西布鲁。搬家的那天，米兰老师不在，东西一件一件被搬出来。西布鲁看到老师的电弧没有筛子，连忙把那个紫陀螺塞在上面。看着越走越远的3轮车子，西布鲁嚎啕大哭，终于追不上了。西布鲁停下脚步，哭着背诵起米兰老师教他的课文，以此当作送别老师的礼物。这是送别，也是呼唤。西布鲁在呼唤米兰老师，教育在呼唤米兰老师，时代在呼唤米兰老师。电影到此结束，一部讲述80年代的农村儿童题材电影。如今的我们也只能怀念自己的童年。如果童年是五彩斑斓的，那么西布鲁的童年应该多了一种颜色，紫色，因为这种紫色是他的音乐老师米兰给的。我想这种紫色也应该是西布鲁一生怀念和铭记的颜色，时时刻刻指引着他前进。本期的故事到这啦，小伙伴们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